天道降下的功德：一、按此次征战中所做贡献；二、按神位品阶高低，如此判定多寡。龙族一方敖乙获得的功德最多，一缕金色光柱被他接纳，自身境界又有小小上扬。其他龙族长老、龙族高手各自都得了10多片金色的羽毛，自身的业障被清洗了少许，多多少少都表露出了自身的激动。功德虽少，却是希望。一位龙族长老高声道：天道有感，降下功德，吾龙族终于又得到天道认可。而场中唯独化日天与李长寿与这些金光无关，玉帝陛下要这点功德没有用，天道也不会因为此事就给玉帝单独降功德。而李长寿，小琼峰上一道金色的光柱从天而降，无视渡仙门护山大阵，直接就砸在了李长寿的头顶。哪怕这个金光闪得很迅速，只是转眼就消失不见了，还是依然引起了不少关注。还好掌门季无忧及时从渡仙殿中飞了出来，站在小琼峰上，在道道仙石瞩目之中自言自语道：不错，贫道在此设下的金光大阵有效果了。如此帮着李长寿遮掩了过去。季无忧也没有办法，刚才这种情形明显是玄都大法师在给小长寿搞功德嘛。唉，根脚深厚了就是幸福啊。与此同时，回返天庭的路上，主帅化日天主动邀海神在云路上故意慢了几步。长庚爱卿，这个路鸦是个麻烦，我看他运道不弱，应当还有妖族复兴气运的加持，今后怕是个难缠的角色。日天元帅抬手轻轻一挥，眼中露出了几分杀意。李长寿眨眨眼，随之明白了玉帝这杀意从何而来。前朝太子。九师姐，那道金光是什么？小琼峰的棋牌室内，那道功德降临时，身着练功服的少女雨师小声地问着。窗边全腿坐在窗沿上的九九慵懒地打了个哈欠，扭头看向窗外，手中提着的玉制酒葫芦轻轻晃动。这酒葫芦是他修成天仙之后师侄李长寿赠送的贺礼，可以装几缸美酒，还能给酒提提味儿。九雨师眨眨眼忙道：刚刚还有的，怎么不见了呀？九九摆摆手，有些不以为然地解释着：嗨，那是小琼峰上的丹房，算是你长寿大师侄的专属修行场所，肯定是他又搞了什么丹药出来。师妹啊，不用多关心那边，你这个大师侄玄乎得很，明明只是个小弟子，就我师兄怎么了吗？正在角落床榻上打坐的灵娥，闻言睁开一双灵动的眸子，长长的睫毛略微晃动，轻声问着。九九笑道：刚才有道金光，哎，掌门怎么过来了？一听掌门二字，灵娥和九雨师也聚到了窗边，看向小琼峰空中。季无忧来得快，走得也快，在空中低喃了一声，就随之背着手飘然离开了。他只负责洗地，这里具体发生了什么事，只要不是炸了渡仙门，都随意。掌门在这里有布置阵法？九九歪了一下头，嘀咕道：我怎么感觉掌门好像是在帮谁打掩护呢？奇怪。师叔得力了。灵娥轻声说着，身着浅绿流苏长裙的她越发的靓丽可人。师兄哪有这么大本事，能让掌门打掩护呢？这世上的事谁又能说得清呢？九九双手一摊，就跟那年带你师兄去北周之前，也不会想到今天本师叔会被你师兄一个小穷疯的普通弟子给养起来呀。你看看我现在，喝酒喝你师兄的，丹药用你师兄的，灵兽吃你师兄的，在这里睡的也是你师兄的。你师兄
如果对本师叔提出一些非分的要求，师叔我都不好意思拒绝了呢。灵娥顿时以手扶额，总感觉小师叔这是在找借口，想对师兄采取主动攻势地说。雨师纳闷道：师姐，您不是长辈吗？傻孩子。九九抬手摸了摸少女雨师的脑袋，柔声道：等你长大了，有修为了，你就知道这个大师职的好了。什么长辈不长辈的，你那灵丹品质的冲击丹，它不香吗？香。可是这位长寿大师职真的这么神奇吗？当然。正此时，门外传来了一声笃定的回答。九九轻笑了一声，吐槽一句：就知道小琼峰只要一有动静，你就会迫不及待地跑过来。阁楼外，一抹倩影伴着九九的调侃侃侃而来。她身着一袭冰蓝长裙，玉足踩着浅白布鞋，脚踝束着冰蓝丝带，青丝长发简单束起马尾，迈着轻盈的步子飘来。纤腿丰腰，不必多述。她一双秋眸剪秋水，三分英气半柔情，自然就是不少渡仙门弟子心底向往的冰清玉洁冷仙子有琴玄雅。玄雅见过两位师叔。有琴玄雅盈盈一礼，九羽师连忙还礼，九九却是喜滋滋地笑着。一旁的灵娥柔声道：师姐是被那金光惊动了。有琴玄雅温柔地点点头，又看向九羽师，颇为认真地说道：刚才羽师师叔说起长寿师兄，其实这是不必有疑问的。长寿师兄何止神奇，在玄雅眼中，他应是世上无二的炼气师。他博学广识，不仅通晓修行之法，对无为大道领悟极深，又善阵法，善炼丹，明笔墨，通音律，更是通晓人情世故，凡事都能处理得面面俱到。而且长寿师兄师姐。灵娥连忙走上前来，拉住有琴玄雅的柔提：咱们去楼上说这些，莫要在羽师师叔面前说这个了。有琴玄雅有些不解：可是我说的有半点不对之处。这个不是。灵娥眨眨眼：这话该怎么说？总不能直接说我们要预防羽师师叔对我师兄动心什么的吧？哎呀，走啦！灵娥不管不顾，直接用出撒娇大法，拉着有琴玄雅朝着一侧楼梯而去。有琴玄雅不明所以，意犹未尽，但还是任由灵娥拉着去了2楼私语。窗边，九羽师的小脸上满是茫然，求救般的看向九九。九九笑眯了眼，言道：看到了吗？那位长寿师侄的恐怖之处。九羽师更迷糊了一些：师姐，能说详细些吗？你看灵娥和玄雅都是咱们渡仙门中难得一见的修道良才，长相身段更是不用多说，你师姐我身为女子都觉得她们甚美。言说之中，九九低头看脸自己的累赘，叹道：唉，也就这么一点优势了。九羽师更是满头雾水。这跟长寿师侄有什么关系吗？九九笑道：你还没看出灵娥和玄雅都钟情长寿吗？这个倒看出来了。炼气士不比俗士，男子侍妾成群。炼气士的道侣大多情况都是一男一女，你看看两位这般美貌的女子都倾心于长寿，长寿有多香，懂了吧？九羽师面露恍然，认真的点点头。九九又叹道：唉，关键是灵娥和玄雅还如此要好，丝毫没有争风吃醋这种事情发生。你师姐我呀，这么多年想看戏都看不成。对啊。九羽师低声道：仔细一想，这般倒是颇为神奇。更神奇的来了。九九双手一摊：据我所知，两人都对长寿表明过心意，
莲娥更是以推倒师兄为修道的目标，悬崖也是把长寿师兄挂在嘴边，甚至就算长寿脚踏2条船，他们8成都会毫不迟疑地答应。但长寿呢，都拒绝了他们。啊！九羽师妙目瞪大，这2位姐姐啊，这2位师侄都已经是顶着天的女子了，长寿大师侄还不满意吗？你看看，看不懂了吧？请师姐赐教。九九淡定的一笑，耸耸香肩，颓然一叹。其实我也搞不懂为什么，但又觉得这样挺正常的，也确实是小长寿能干出的事来。可能长寿是怕道侣比较麻烦，有更多因果吧。九羽师纳闷，又怎么会有更多的因果？他们不已经是师兄师妹了吗？大体就是。你看玄雅，她现在只是长寿的同门师妹，那她在外遇险，长寿估计是会慢悠悠地飞过去，制定好计划，稳妥地救人。如果玄雅成了长寿的道侣，那长寿就唰的一声破空而去，不假思索的就要救人，这里面还是有差距的。九九拔开酒塞，仰头灌了一口。九羽师低头沉吟几声，突然问：那师姐你呢？师姐应该也看上长寿师侄了，对吧？别乱说。又听一旁响起了轻微的脚步声，林和与有谦雪雅裙摆飘飘联袂而来，开始关心起九羽师这半个月修行的结果，将话题从师兄身上引开。不多时，阁楼之中莺莺燕燕，笑语不断。某个假装路过此地的白发老道脚下一顿，拐了个弯，负手去了隔壁灵兽圈中看一下灵兽们的健康状况。这就是小琼峰100年难得一遇的风主视察。陆压丹房中，李长寿负手而立，一边观察门内情形，一边思量着玉帝陛下刚交代下的任务。这才上天多久，怎么就开始帮玉帝陛下做脏活了？我原本的计划之中，这些活儿其实该让文静道人来干。可惜文静道人现在还不能暴露，斩仙飞刀陆压道人又岂是那么好对付的？因为定头7剑书的存在，我现在又多了一个让我真实身份不能暴露的理由。其实要除掉陆压道人，虽然困难，也并非是无法做到，只是一来风险太大，一个不好就会成为陆压不死不休的死敌；二来因果当真是太大了。如果按道门典籍所言，大道50，天眼49，一切未发生之事早已经在天道的演化。我把陆压搞掉了，封神亮节剧本必然会改变，这背后也会产生极大的连锁反应，导致无数未知之事。李长寿并不想谋算封神，他躲都来不及。封神亮节之中，除却神位与功德，以及一些得到灵宝的机缘，也没什么好谋算的。当然了，如果按照李长寿自己理解的那般，封神大劫对于自己此时所处的这个时间节点的洪荒来说，只是未来的某个可能性。如果陆压意外的没了，那这个可能性就会出现变化。但是与此同时，天道存在收束之力，将各条世界线重新收束，在未来的某个节点再次回归原本的可能性，使得亮节大致不变。一切都是造化玉蝶的选择。这事也急不得，需要一步步的谋算，牵扯也是颇多。李长寿伸了一个懒腰，心底流转着各种复杂的念头。又看到师父在灵兽圈附近闲逛，想了想，离开丹房，驾云飘了过去。
熊玲丽正兴致勃勃地跟在齐元老道身后，详细讲述每一只灵兽的故事，从繁殖、接生到饲养、宰杀，再到烹饪以及厨余垃圾的处理。啊，表兄来了！熊玲丽先发现了李长寿，顿时兴奋地用力挥手。李长寿含笑向前，对着师傅行礼问候，就与师傅一同在此地闲逛。不多时，李长寿就带着师傅逛到了小琼峰皇家棋牌室中。九九、灵娥和有钱玄雅正在共同指点九羽狮打坐，教他如何运转气息，感受自然道运。他们三个都是门内年轻一辈或前年轻一辈中悟性资质屈指可数的仙才，指点九羽狮自然是绰绰有余。长寿师兄，有亲玄雅一见李长寿，整个人都泛着光，口中喊着，脚下迈步，已经是主动迎了上去。师兄，师傅。灵娥刚想把自己点亮，见到师傅又迅速地蔫了下去，连忙行礼。一旁的九九却是促狭的一笑。齐元师兄呀，什么风把你吹来了？齐元老道干咳了一声，笑道：只是过来看望下两位师妹。我小琼峰上宝物不多，就是清静。两位师妹在此地修行，若是缺了什么，尽管对我言明。九羽狮躲在九九身后，连忙行礼，小声道：多谢师兄。齐元老道面容虽然镇定，但是宽袖之中的手臂却是轻轻震颤了几下。李长寿向前迈出半步，刚好为师父遮住这般失态。李长寿笑道：师父不用担心，弟子已经安排妥当了。